好，巴以冲突仍在持续。1号开始，以色列决定减少在加沙地带的军队数量，转为长期重点攻击哈马斯目标。同一天，美军也宣布，此前派往东地中海为以色列提供保护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打击群将返美。但巴以冲突外溢效应持续扩大。去年12月下旬，美军组织的红海护航陷入失灵，也门胡塞武装队航行在红海，与以色列有关的商船发动了袭击。马士基等航运巨头的船只遇袭，被迫改道，冲击全球物流业。美军1号宣布，福特号核动力航母打击群即将返回其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母港。本次的这样的一个撤离呢，是按照它的一个例行计划在进行，而此前以色列也已经表示将要降低在加沙地带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烈度，这也为福特号航母离开本地区呢，来创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环境。美军称，另一艘在东地中海执行任务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将继续停留，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对商业航线的威胁。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023年12月31号早上，在新加坡注册、由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拥有和运营的集装箱船马士基杭州号发出求救信号，正在红海南部遭到胡塞武装人员乘坐的4艘小船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4艘武装船在仅距离集装箱船不足20米的位置发动袭击，并试图登船。在收到求救信号后，附近的美军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和格雷弗利号驱逐舰派出多架直升机前往现场，但在向4艘小船发出警告的过程中遭到射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强调，上述直升机进行了自卫还击，击沉其中3艘船，造成对方船员死亡。第4艘小艇逃离了事发海域。路透社援引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话称，由于马士基杭州号上的船员拒绝听从警告，该组织对其发动了袭击，并称有10名胡塞武装人员在遭到美军袭击后死亡或失踪。袭击发生后，当事方马士基航运公司宣布在红海停航48小时。这不是马士基旗下商船首次遇袭。美中央司令部统计称，自11月19号以来，胡塞武装对国际航运袭击了23次。红海位于亚非2大洲交界处，与苏伊士运河共同构成欧亚水上通道的红海，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全世界近12%的贸易要经由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欧洲大量的能源供应，如石油和柴油的运输都需要经由这条水道，因此该海域也被视为是全球能源物资供应链的重要生命线。然而，随着胡塞武装对商船袭击次数的增加，不少航运公司纷纷表示将改变航行路线，暂停其集装箱船只在红海及附近海域的航行。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诺姆雷丹表示，一些与以色列有关的船只开始绕行非洲好望角，根据船速的不同，航程会从19天左右延长至31天左右，大大增加了成本和延误几率。红海海域风险激增，进一步导致保险费率的上升。据悉，经由红海的委托人的保险成本已经翻了一番，最高可导致船只一次航程的成本增加数十万美元。对以色列船东来说，保险费涨幅更大，已经达到250%。与此同时，红海局势的升级也导致原油价格小幅上涨，不排除将进一步涨价。8.8 million of barrels of oil are passing through the Red Sea every month. So imagine how they're going to go. They have to go all the way around Africa, and the prices are increasing. And who's going to pay for that prices? You know, the end people, the customer are going to pay the prices. 2023年12月31号，马士基航运公司总部所在国丹麦的外交大臣拉斯穆森表示，对马士基船只的无端攻击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值得注意的是，美西方认为伊朗应该对红海航道的安全负责。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表示，他已经就胡塞武装的袭击行动与伊朗外长进行交谈，表示伊朗有责任阻止胡塞武装发动的袭击。伊朗也就此作出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伊朗厄尔布尔士号军舰近日已经穿过曼德海峡进入红海。报道称，自2009年以来，伊朗海军舰队一直在该地区活动，以确保航道安全、击退海盗等目的。2021年，厄尔布尔士号在亚丁湾击退了针对2艘油轮的海盗袭击。2015年，在伊朗与沙特关系紧张之际，伊朗也曾向曼德海峡派出包括厄尔布尔士号在内的
的2艘军舰，以确保商船安全。那么在红海上发生这样的一个军事冲突，实际上它的影响是非常的严重的，因为我们知道，首先胡塞武装它的实力并不是哈马斯可以比的，那么它的实力是非常的强劲的，而美国与胡塞武装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冲突，极有可能将会使得整个冲突的烈度，包括它的范围会有所扩大。